Hello，大家好，我是土豆哥。那今天我们继续游览布达佩斯动物园。现在眼前的这座外形酷似教堂的建筑里面展示的正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及新几内亚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小动物，比如说来自东南亚的泰国胡蝠，也叫莱尔氏胡蝠，是体型最大的国蝠之一，主要生活在东南亚一些热带森林中。那与顾客互动的是新几内亚的地带雕。不过我们今天呢，重点看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3个著名的爬行动物。当然，这个展馆除了动物以外呢，中间这个高挑的大厅里面还陈列了许多与澳洲原住民文化相关的物品。而这座教堂从外部看到最醒目的顶尖塔中呢，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好，我们面前这个长达10多米的玻璃展房呢，被镶嵌在绿色的金属框架中，整体风格带着一种工业感与历史气息的结合。我们抬头看向顶方，还设计了可开合的门窗啊，这样非常方便通风与散热。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种工业螺丝的设计，有种粗犷且又实用的感觉。那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这座有20年历史的丰容造景作品。首先，背景墙采用了部分放岩石结构，打造出不同的高度的晒台，模拟自然地形。背景墙面其他地方呢，则是通过涂层处理，营造出澳大利亚荒漠的感觉，或者炙热的那种视觉氛围。在攀爬结构上呢，使用了大量粗壮、长度适中的树干啊，这些树干的直径略宽于宗师蜥的腹部。排列上则采用了交叉错落的方式啊，不仅方便它们的攀爬，还为它们提供了多个层次的晒台位置。那树干与岩石呢，背景岩石之间也自然形成了爬行通道和探索路径。好，我们再看一下地面的躲避需求。那对于松果蜥来说呢，地面铺设了大量的仿真岩石，倒伏的树干啊，巧妙形成了丰富的缝隙和藏身点，为它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安全且隐蔽且多样化的躲避环境。那有朋友可能问，那松果蜥、伞蜥还有宗师蜥能不能混养？其实在野外啊，它们的生存范围基本是分开的。而宗师蜥和松果蜥虽然在澳洲东南部有一个地区可能重叠，但它们各自的栖息偏好也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们在自然界里的生态位不同，彼此之间的竞争不算激烈。不过动物园之所以能把它们放在一个大型的生态展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模拟和行为观察的结果。而且场地足够大，那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和躲避空间，也就是视觉障碍。而这种组合为了展示澳洲爬行动物的代表阵容，让观众呢能在一个展区一次看完。那如果你想在家里饲养的话，那建议还是单独饲养各个品种，这样对动物的健康和安全更有保障。好了，我是土豆哥。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浓缩版的澳洲荒野生态画卷，感谢大家观看。那更多有趣的动物展馆和生态造景，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